里。龙思琪没想到，对于自己给出的条件，叶晨竟然拒绝得如此干脆，几乎没被人拒绝过的龙思琪不禁有些不悦地质问：叶先生，我不知道我们太真道的镇派之宝是怎么到你手里的，但我相信你应该不是通过什么光明正大的手段。叶晨讥笑道：龙小姐不知事情经过便妄下定论，属实有些太以自我为中心了。我是不是用了光明正大的手段？你问你师尊不就知道了？一旁的洪长青连忙说道：思琪，休得对叶先生无礼。叶先生得到药鼎，手段自然是光明正大，那是师尊我自愿送给叶先生的。龙思琪气不过，反问他：师尊，药鼎是太真道的东西，您也只是您代为保管，有什么资格把它送给别人？您只是太真道的掌门，职责是为太真道1000年来的往圣们继绝学，这不代表太真道的一切资源都随您处置。这个被亲传大弟子一番义正言辞的话对在脸上，洪长青确实感觉颜面无存，同时也觉得羞愧难当。他心里是有自知之明的，当初是他自己玩得太浪，故意用药鼎引诱施天琪上钩，可没曾想施天琪的外孙女一个电话把叶晨叫来，不但毁了自己的阴谋诡计，还让自己把药鼎也赔了出去。而且他也知道龙思琪说的没毛病，自己只是太真道39任掌门中的一个，这并不等于太真道就成了自己的个人资产。太真道的镇派之宝，自己只是代为保管，没资格擅自送人。可是这件事情自己也是无能为力啊，毕竟这件事是自己使诈在先，又被叶晨抓了现行，若是不把药鼎给叶晨，怕是几10年修为都要毁于一旦。原本以为龙思琪肯定不知道掌门才知道的事情，只要自己不说，这件事就能糊弄过去。可没想到自己那师尊确实宠爱龙思琪，早早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他，这就导致自己现在根本无法自圆其说。无奈之下，他只能如实对龙思琪说道：思琪，当初为师来金陵，是为了寻找一位炼丹领域的世外高人，希望能够得到些许点拨，但是在寻找的过程中，为师贪图省事，动了歪心思，以至于最后得罪了叶先生，为师自知有愧，只能自愿用药鼎来向叶先生赔罪。龙思琪细长的剑眉一拧，正要出口质问，洪长青又连忙说道：为师知道，你说的对，为师确实没资格把太真道的镇派之宝转手送人，所以千错万错都是为师一个人的错，为师是太真道的千古罪人。龙思琪怒气冲冲地问他：师尊，您说一句千古罪人就能解决问题了吗？现在的关键是如何才能弥补您给太真道造成的重大损失。说罢，他看向叶晨，开口道：叶先生，既然我师尊刚才那么说了，那我也不再与你争论这药鼎的归属问题，我只想问你一句，这药鼎你多少钱愿意卖？叶晨笑道：龙小姐，我刚才就说过了啊，就算你把你父亲所有资产都摆在我面前，我也不会答应。龙思琪眉头紧皱，心中暗忖，这个姓叶的怕是不知道我父亲究竟有多少钱，在金陵这种国内2线城市，几10亿美元恐怕就已经是天花板了，可我父亲的资产至少也在200亿美元以上。想到这里，龙思琪立刻开口道：叶先生，我不想跟你聊虚的，只要你把药鼎卖给我，我可以给你一笔非常丰厚的报酬，可以确保你后半辈子衣食无忧。叶晨笑着问道：龙小姐可以试着出个价，我看看是不是真的很丰厚。龙思琪看了叶晨一眼，面带倨傲地说道：如果你把药鼎给我，我可以当场付给你1亿美金。在龙思琪看来，1亿美金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笔巨款，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已经是一个做梦都不敢想的天文数字，自己这个报价已经算得上是诚意满满。可是叶晨听到这个报价之后，只是淡然一笑，开口说道：没想到龙小姐出手还挺大方。龙思琪面无表情地说道：我的报价有效期只有今天这一上午，所以叶先生如果想以这个价格成交，
麻烦尽快将药鼎拿过来。叶晨摆摆手，笑道：龙小姐，任何人想要这个药鼎，都得100亿美元起谈，而且我这里要先验资，没有100亿美元现金，免开尊口。你说什么？龙思琪整个人顿时一怔，旋即质问道：100亿美元？叶先生，你以为钱都是大风刮来的？你知不知道100亿美元是多少？叶晨笑道：我知道啊。不瞒龙小姐说，100亿美元只是起步价，你先拿100亿美元出来，这个问题咱们才有的谈。至于最终能谈到多少钱，尚不封顶。龙思琪以为叶晨故意捉弄自己，气恼不已地说道：叶先生，我满怀诚意跟你谈生意，你这么无理取闹就实在是太没意思了吧？无理取闹？叶晨微微一笑，说道：既然龙小姐认为我无理取闹，那这件事咱们可以就此打住，也请龙小姐从现在起就别再提药鼎的事了。龙思琪没想到叶晨分毫不给自己机会，心中顿时气恼不已。对龙思琪来说，她这辈子几乎很少被人拒绝，更不要提她从小家境优渥，不但是家中的掌上明珠，也是太真道上一任掌门最宠爱的徒孙女。她从小在太真道长大，在太真道都是横着走，太真道养的狗就算敢跟红长青呲牙，也绝不敢跟龙思琪瞪眼。可就是这样的掌上明珠，在叶晨面前却屡屡碰壁，这让他心中实在无法接受。于是他便对叶晨说道：叶先生，你到底怎样才肯把那个药鼎出手？叶晨见他虽然年纪大自己2岁，但却好像完全没有社会阅历，于是便有心给他上一课。随即叶晨故意轻佻地上下打量了他一番，笑道：像龙小姐这么漂亮的女人，我怎么好意思要你的钱呢？那个药鼎你既然喜欢，那就尽管拿去就好了，我可以1分钱都不要，只要龙小姐记得欠我一个人情就可以。龙思琪见叶晨眼神充满挑逗与轻浮，便猜出他是有意捉弄自己，表情也不禁更冷了几分，厉声道：不好意思叶先生，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我这个人从来不欠别人人情，你还是开个价吧。叶晨早就猜出龙思琪一定会这么说，于是便故意撇嘴道：哎呀龙小姐，你这话说的未免有些太满了吧。龙思琪一脸骄傲地说道：我龙思琪向来有一说一，不说任何大话。叶晨促狭一笑，开口道：是不是说大话？我一试便知。龙思琪皱了皱眉：你什么意思？叶晨笑着说道：龙小姐不妨把手伸出来，让我给你看个手相。登徒子！龙思琪厉声斥道：没想到你除了油嘴滑舌，思想还这么龌龊。叶晨笑了笑：龙小姐误会了，我没有占你便宜的意思，我只是单纯的想验证一下，你说你从不欠别人人情这句话到底有没有吹牛而已。龙思琪冷哼一声，咬着牙道：我龙思琪任何时候都不会吹牛。叶晨点了点头：那龙小姐把手伸出来，1分钟即可见分晓。龙思琪带着怒气将手伸到叶晨面前，冷声道：我倒要看看你葫芦里卖的究竟是什么药。叶晨淡然一笑，伸手将龙思琪柔软白嫩的纤细手掌轻轻握住，调侃道：龙小姐的皮肤保养得可真好，小手摸起来滑滑的。龙思琪气恼地想要将手抽回来，可未曾想手掌被叶晨握在掌心，竟然完全动弹不得。就在他惊骇不已的时候，叶晨看着他，促狭地笑道：来，我送你一场机缘。说罢，他将灵气渡入龙思琪那纤细嫩白的手掌，强大的灵气瞬间涌入龙思琪的丹田，将他体内尚未打通的3条经脉瞬间全部打通。龙思琪只觉得体内涌入一股澎湃阳刚的强大力量，还没来得及喊疼，便感觉那股力量竟对着自己的经脉与丹田狂冲不已。下一秒，他便忽然感觉整个人灵台仿佛瞬间清明一般，整个人的感知能力瞬间有了脱胎换骨般的变化。他不禁喃喃自语：我的经脉怎么忽然全通了？叶晨笑着说道：龙小姐，恭喜你，你现在已经是明镜大圆满境界的武者了。什么？
龙思齐和洪长青均是惊呼出声。龙思齐把明镜大圆满视为一辈子的终极目标，做梦也没想到现在竟然一瞬间就实现了。而洪长青则是惊骇无比，他知道叶晨很强，但不知道叶晨竟然这么强，不仅能谈笑间封住自己4条经脉，还能在眨眼间将龙思齐从未打通的3条经脉全部打通。单纯的龙思齐脑子里只有自己忽然成为明镜大圆满高手的激动和喜悦，完全没来得及去想这其中究竟是怎么回事。可就在这时，叶晨忽然用灵气将他刚刚被打通的那3条经脉重新封住，看着他微笑说道：哎呀，不好意思啊，龙小姐，本来我确实是想送你一场机缘的，可我刚想起来，你刚才明确说了从来不欠别人的人情，我怎能让你为难呢？本期视频结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